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我们来精读一本讲比特币的书《货币未来》，副标题叫《从金本位到区块链》。我觉得如果你想全面了解比特币的话，那这应该是你读的第一本书啊，因为这本书是站在整个人类货币史的高度来看待比特币的。它从人类金本位的过去一路写到法币本位的今天，最后一路奔向比特币本位的未来，视角是跨越了人类文明史几千年啊。比纯币圈的视角那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原名就叫做比特币本位 The Bitcoin Standard， 原名更能反映这本书的霸气和野心啊。那如果我来概括这本书的主题的话呢，这本书回答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黄金那么好？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法币那么烂？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比特币比黄金还要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依次把这3个问题给说清楚。看到比特币3个字点进来的朋友们，请稍安勿躁。比特币会在今天的后半段才会压轴登场。先明白前2个问题，你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比特币可能真的是人类货币的未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塞费迪安·阿莫斯，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可能是有黎巴嫩和美国的双国籍的。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黎巴嫩美国大学任教。他是比特币经济学这个领域的开创者。这本《货币未来》呢，就是他的代表作。那好，我们就先从黄金为什么那么好开始说起。我们首先要知道钱和钱相比是有好坏之分的，有好钱也有坏钱。那为什么黄金是一种好钱呢？首先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关于好钱的基本认知框架。历史上什么东西能够最终成为广泛接受的货币，坐上这个货币帝国的铁王座呢？这件事可真不是由哪个政府或者权威说了算的，而是在自由市场的残酷竞争里自然的筛选出来的。而筛选的标准呢，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由这种货币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决定的存量增量比。存量增量比这是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什么是存量增量比呢？简单来说呢，存量就是当前社会上已经存在的这种东西的总量。增量呢，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比如说1年之内，能够新生产出来的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有一个巨大的湖泊，湖里已经有的水呢就是存量，每年通过河流汇入的新水就是增量。如果这个湖泊本身非常的巨大，那么每年流入的河水相比于湖泊的总水量就是微不足道的。那这样的资产呢，它的存量增量比就非常的高。那反过来，如果只是一个小水缸只要水龙头一开，水位就飞速上涨那么它的存量增量比就是很低的。那么如果一种资产的它的存量增量比非常高，那就意味着它的供给是很难被大幅增加的。这种东西如果被当成了货币，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硬通货或者用书里更专业的说法叫做健全货币。而如果一个东西的存量增量比很低呢，就意味着它的供给是可以被轻易的扩大的。这种东西如果拿来当货币的话，它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软通货，或者用书里的说法叫做不健全货币。货币的功能除了作为交易的媒介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能不能够跨越时间长久的保存价值。货币要想完成这个长久保存价值的任务，关键就在于它的硬度，在于它够不够硬。那关于货币的存量增量比和它的软硬度让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上的真实案例，一个关于石头货币的离奇的故事。在太平洋的雅普岛这个岛上，当地的人数百年来都使用一种叫做来石的巨大的石轮作为货币。这些石轮呢是由石灰岩制成的，最大的能够重达4吨中间有个孔就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这种石头在这个岛上能被当成货币呢？最关键的一点是在于雅普岛这个岛本身是并不产石灰岩的，所有的这种来石都必须由这些岛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划着独木舟去400公里外的帕劳岛开采，然后艰难地运回来。这个获取的过程非常的困难，就相当于一种原始的工作量证明。没错，就是比特币挖矿里的那个工作量证明。正是因为产生这种石头货币的增量非常的困难，它相对于岛上已经存在的那些存量来说微不足道，所以呢，这种石头货币就有了非常高的存量增量比，它就成了一种非常可靠的硬通货。所以几百年来这个雅普岛上的这些岛民就是用这种大石头来当做货币的。而由于这种货币非常的硬，岛上的经济居然就一直挺欣欣向荣的，非常健康。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你可能已经想到了，
那就是这种石头货币它是重到很难搬得动的，那怎么用它来交易呢？原来交易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搬动它，只需要交易发生的时候，这块石头的原来的那个主人在全村人面前当众宣布，这块石头现在开始属于某某某了。所有的岛民都知道并且承认了这个事实，这笔交易就完成了。币圈的小伙伴听到这里是不是浑身一哆嗦？这不就是现在区块链上的分布式账本吗？原理上还真是一模一样哦。祖先的智慧有的时候真的很神奇。那么言归正传啊，这种石头货币在岛上平稳地运行了几百年，后来是怎么样崩溃的呢？转折点发生在1871年，有一个叫做大卫·奥基弗的美国船长在岛上遭遇海难，结果他发现了商机，他想用现代技术来换取当地的椰子，于是呢，他就用炸药和现代船只，非常轻而易举地从隔壁那个帕劳岛运来了大量崭新的这种石头货币。一开始呢，岛上的那些首领和长老们是拒绝接受这样轻而易举得来的石头的。他们凭直觉就意识到，这样一些没有凝结着血汗和艰辛的石头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人性中的弱点最终占据了上风，一些岛民开始接受奥基弗提供的这种廉价的石头。很快呢，来时这种货币的供给就被严重的稀释了，它的存量增量比断崖式下跌，它就从一种非常硬的货币一夜之间变成了软通货。而在这个货币从硬变软的过程里，岛民们辛苦积累的财富就这样被奥基弗轻易制造的这种软通货给洗劫一空了。其实只要一种货币的存量增量比太低的话，那这种货币里边存储的价值就一定会从它的生产者转移到生产这种货币的人手里。这个价值转移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比如说假设现在有一个亿万富翁，他决定用铜来存储他的财富。那于是呢，他当然就开始大量的买入铜，是吧？这个时候铜价就会应声上涨，这似乎一开始是证明了他的英明决策。价格上涨会吸引更多的人跟风购买，然后进一步推高铜价。但是呢，铜这种东西的存量增量比是非常低的，它的全球库存的存量和年产量是差不多的。那么价格的上涨就会非常大的刺激全球的铜矿商，他们会立刻扩大生产，开采出海量的铜来满足这种新增的货币需求。那最终呢，当市场被新增的铜淹没的时候，价格就会轰然倒塌。那这位亿万富翁和所有跟风者的财富就在这个过程里被蒸发，并且转移到了铜的生产者手里。这就是作者说的软通货陷阱。软通货陷阱不断地惩罚那些错误地把存量增量比很低的东西当作货币的人。那么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有没有一种东西成功地逃脱了这个陷阱呢？有的，答案在开头就已经公布了，那就是黄金。黄金为什么能够登上货币江湖的那个铁王座呢？就是因为它拥有所有的物理商品里最高的存量增量比。这是源自于它非常独特的物理和化学特性。首先第一，黄金的化学性质非常非常稳定，几乎不会被腐蚀或者被销毁。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开采出来的绝大部分黄金至今仍然存在，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存量。第二呢，黄金在地球上极为稀有，开采难度极高，而且成本非常高昂，而且是没有办法人工合成的。炼金术只存在于玄学的幻想当中。这就意味着黄金的年增量相对于它巨大的存量来说，始终是微不足道的。人类历史上无论人类如何努力，黄金的增量也常年维持在 1.5% 到 2% 之间。即使黄金的价格暴涨，金矿的产量也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大幅增加来冲击市场。这就使得黄金成了一种非常可靠的价值存储工具。黄金奖励的始终是它的持有者，而不是生产者。所以呢，在货币这一场跨越1000年的马拉松竞赛里，黄金最终的胜出呢，不是因为它那种迷人的光泽，那种能够迷倒特朗普的那种迷人的光泽，而是因为它不可撼动的硬度。所有说黄金之所以有那么高的价值，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工业价值、有装饰品的价值的，都是扯淡。那些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傲视群雄的独步天下的存量增量比才是唯一的关键。存量增量比这个标尺也可以用来衡量我们身边的各种所谓的资产无论是房产、奢侈品、艺术收藏品，还是茅台酒、普洱茶，还有拉布布。关键都不在于他们现在有多流行、多昂贵，
而在于它们的供给量相对于它们的存量来说，能不能在未来被轻易的大规模的增加。好，我们现在已经理解了什么样的物理属性决定了一种货币是好钱。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很让人好奇了，那就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的使用好钱或者长期的使用坏钱，它影响的仅仅是我们个人的财富的增减吗？还是说它会产生一种更加深远、更加宏大的影响呢？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很惊人的，那就是货币的质量几乎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兴衰轨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健全货币是怎么样通过影响人类的心理来塑造我们整个世界的。作者阿莫斯在书里有一个核心论点，那就是健全货币是文明繁荣的基石。为什么能这么说呢？因为一种能够可靠存储价值的货币会系统性的降低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什么是时间偏好呢？它就是人们对当下的满足和未来的满足之间的一个权衡取舍。时间偏好高的人呢，他们更看重眼前的享受，他们倾向于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时间偏好低的人呢，他们更看重未来的长远的东西，他们愿意为了未来更大的回报而延迟满足，他们会进行储蓄和投资。而作者阿莫斯认为低时间偏好，也就是更加看重未来这种倾向它是资本积累、科技创新、文化艺术繁荣，乃至于家庭稳固、社会道德水平提高的根本驱动力。为什么呢？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连明天能不能够吃饱饭都不确定，或者他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明天可能就会大幅缩水，那他会有什么心思去搞那种长期的投资，去搞科技的研发呢？他有什么心思去资助那些需要花数十年才能够完成的艺术创作呢？他只会倾向于尽快把钱花掉，享受当下的快乐，是吧？你看，如果货币不健全，留不住价值，那当然是要尽早的变现。而如果一个货币足够的健全呢？因为它能够可靠的存储价值，这就像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人们会相信，我今天储蓄下来的财富，在未来依然会具有购买力。那这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人们的时间偏好，这会鼓励大家为长远打算进行储蓄和投资。当整个社会都倾向于为未来投资的时候，那资本就会不断的积累，技术就会不断的进步，文化艺术也会空前的繁荣。相反，如果这个社会里边所有人的行为都非常的短视，资源被大量的浪费在眼前的享乐上，那最终就会导致这个文明的衰退。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乎，但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实例支撑。我们来看几个关键案例。首先是罗马的兴衰。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流通的是相对稳定的金币，叫做奥雷金币和银币蒂纳里。这种稳定的货币就促进了地中海世界空前的贸易繁荣。但是从尼禄皇帝开始，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开支，统治者就开始玩起了捡硬币的游戏，也就是往金银币里掺杂其他的廉价金属，降低贵金属含量，让货币贬值。这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嘛。货币越来越不值钱，就导致经济计算陷入混乱，人们的时间偏好也急剧升高。罗马人的精气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们不再专注于长期的生产和建设，反而沉迷于投机取巧。在货币变得不健全之前，罗马人给人的感觉是很质朴刚健的。在那之后呢，就是那种什么罗马帝国荒淫史那种画面了。作者阿莫斯认为，这种由货币的不健全引发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导致后来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关键原因之一。而与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千年辉煌。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拜占庭帝国凭借着它发行的拜占特金币，维持了长久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这种金币的重量和纯度稳定了将近1000年。也就是说，在东罗马帝国这一边，货币的健全度和它的文明的昌盛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邦佛罗伦萨。当时佛罗伦萨铸造的弗洛林金币因为它的成色非常的可靠，就成为欧洲公认的硬通货。正是这种健全货币为当时的商业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正是因为当时佛罗伦萨的那些巨富们，他们的时间偏好非常的低，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不求眼下，只看未来，所以他们能够长期赞助一些艺术家去完成那种需要花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艺术作品，这才是文艺复兴的根基
作者认为这些例子都证明健全货币与经济文化的繁荣之间是存在着直接的联系的。正统教科书可能会说是一些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原因在先，然后呢，统治者为了那些原因才让货币贬值，然后就开启了恶性循环，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好像货币贬值只是另一些东西的其中一个结果而已。但是本书作者阿莫斯看来啊，货币变得不健全本身就是万恶之首，货币的健全和不健全就是文明兴衰的主因，而不是别的。按照他字里行间的观点呢，只要货币仍然健全，那么哪怕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坏事发生，文明也总能够挺过去的。这是相当强硬的一种论断啊。还有一个更近的例子呢，就是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几十年，这段时期在欧洲被称为美好年代。在作者看来呢，这就是一个由健全货币，也就是那个时候的国际金本位所缔造的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当时那个金本位体系之下呀，那时候几个主要大国的货币，像什么英镑、法郎、马克，它们本质上就是不同重量单位的黄金的代名词而已。英镑是多少克黄金，法郎是多少克黄金，它们之间的汇率是完全固定的，就像厘米和英寸的换算一样简单明了。这就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可以预测的全球货币环境，然后就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更重要的是，这种健全的货币环境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当时的人们知道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购买力是不会被政府随意的稀释的，这就极大地鼓励了当时的储蓄和长期投资。正是这些由无数的普通人积累起来的庞大的资本，为那个时代的伟大创新提供了燃料。书里提到，我们现在生活的大部分的基础，那些从0到1的根本性的突破，几乎都是诞生在这个时期的。比如说电力、内燃机、汽车、飞机、电话、室内自来水系统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那几十年间发明的。作者在书里有一个暴论，他说如果19世纪末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话，那么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技术突破还会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平。我一开始读到这个说法觉得挺诧异的，因为在我们普遍的印象里，20世纪才是科学技术大爆发的一个世纪嘛。但是仔细去审视20世纪以来的那些技术创新呢，占绝大多数的其实还真的就是在19世纪末的那些突破基础上的一些改进和升级。真正从0到1的东西其实不多，或者说应该可以更多。不过这也始终是一个假设了，因为19世纪末的那个辉煌的美好年代后来被终结了，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另一个货币时代，那就是法币时代。它是一个与美好年代截然不同的世界。可以说整个20世纪就是政府货币的世纪，它的标志性起点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应付天文数字一样的战争开销呢，当时主要的参战国都宣布脱离了金本位，都宣布本国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停止了。从此呢，货币的控制权就决定性的从市场转到了国家手里。那这种依靠国家的法令来强制流通的，没有任何实物来背书，比如用黄金来背书的货币，就是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法币、法定货币。作者阿莫斯认为，法定货币体系的建立给世界带来了3大灾难性的后果。第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了。政府掌握了印钞机，那就等于是拥有了一种隐蔽的征税权嘛。他们通过超发货币来稀释现有货币的购买力，政府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财富从普通民众的手里，特别是从那些储蓄者的手里，转移到自己以及那些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关联方手里，比如说那些大型的企业或者大型的银行。这个财富转移的过程跟前面那个亿万富翁买铜的例子是一模一样的嘛。法币带来的第二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无休止的全面战争。法币其实就是一战能够打那么久的原因。在金本位的时代，政府打仗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想打仗就先得看国库里有多少黄金，还要考虑民众是不是愿意为战争纳税。黄金的数量就是一个最大的硬约束。但是有了法定货币之后呢，政府的军事行动就不再受国库里黄金数量的限制了。理论上他们可以印无限的钞票来支撑战争，因为这几乎可以攫取所有的国民财富来支持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几个月就能够结束的地区冲突而已，最后硬是打了4年，千万人丧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各国政府都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开始疯狂印钞支付战争费用，于是呢，有限战争就升级成了全面战争。战后统计相对于仍然坚守金本位的瑞士法郎，德国的马克和奥匈帝国的克朗的价值只剩下战前的51%和31%，可以说两个国家的民众的财富都被洗劫一空。那法币制度的第三个恶果呢，就是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政府可以印钞票那么它的各种干预行为就有了无穷无尽的资金来源。无论是他想推的福利项目也好，还是产业补贴也好，还是各种规章管制，政府都可以通过印钞来买单，而不需要直接向老百姓增税，这就大大降低了政策的阻力，这也就让政府的权力扩张变得更加的顺滑了。结果呢，就是现在政府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人的经济自由的空间被全面压缩了。20世纪的一些经济灾难，在法币时代之前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大萧条。根据阿莫斯在书里引用的研究成果，20世纪那场大萧条的真正的根源是在于20年代美联储为了帮助英国维持被高估的英镑汇率而实施的信贷扩张，也就是印钞。这种人为的货币通胀在美国催生了巨大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但这其实还好，泡沫的破裂本身只是正常的市场调整，但是随后的胡佛和罗斯福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错误的干预措施，比如说价格管制，比如说工资管制，才让一场普通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了长达10年的大萧条。也就是说，大萧条的起因是法币，而它之所以会持续并且恶化，也是因为政府在法币时代变得无所不能。法币时代起始于一战，但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名义上的金本位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但实际上呢，它赋予了美国通过印钞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特权，而这个体系最后也在1971年最后瓦解了。那时候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然后就彻底关闭了黄金的兑换窗口。从这里开始呢，全球就彻底进入了纯粹的法定货币时代。在这之后，持续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就成了全球经济的常态了。与此同时呢，在过去这半个多世纪里，非常明显的，人们的时间偏好变高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即时消费和借贷，活在当下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像是那个质朴刚健的罗马，越来越像那个罗马帝国荒淫时的罗马。在法定货币的巨大的阴影之下，个人的财富和自由似乎是无处可逃了。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很悲观地预言，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从政府手中夺回对货币的控制权了，除非能以某种迂回的方式悄悄引入一些他们无法阻止的东西。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一份神秘的白皮书，这个无法被阻止的东西悄然诞生了。没错，这个无法被阻止的东西就是比特币。作者阿莫斯认为比特币的革命性就在于它通过几项关键的技术革新，在数字世界里不仅再造了黄金的硬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黄金。如果说黄金是曾经逼近了健全货币，那么比特币可能就是人类拥有的第一种真正的健全货币。比特币是怎么做到的呢？主要是靠3点。第一就是那个著名的总量上限2100万枚，这是通过代码写死的，而且未来几乎不可能被更改。这就在数字世界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绝对稀缺性。不像黄金，理论上地球甚至外太空还可能发现新的金矿，但是比特币的总量是真正的封顶的。比特币成为绝对的硬通货，第2点是靠工作量证明。要想创造出新的比特币，也就是俗称的挖矿，那就必须付出高昂而且真实的物理成本，那就是消耗大量的电力和算力来解决复杂的数学难题。这就确保了比特币没有办法像法定货币那样被凭空创造出来，它的产生是有真实的成本来支撑的。第3点也是最天才的设计，那就是它的难度调整机制。比特币的代码设定，无论有多少人投入多少算力来挖矿，新币的产出速率都是基本保持稳定的，大约都是每10分钟产生一个新区块，释放一定数量的新币。
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吸引更多的矿工加入，算力增加的时候，并不会导致比特币产量的增加，而是会自动提高挖矿的难度。这就让产生新区块的时间还是回到大约10分钟左右。这个机制就彻底切断了币价上涨与供给增加之间的正反馈联系。这是所有其他的商品货币，包括黄金在内都没有办法做到的。黄金价格上涨必然会刺激更多的人去开采金矿，增加黄金的供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价。但是比特币不会，价格上涨只会让这个网络更加安全，因为更高的挖矿难度就意味着攻击网络的成本也更高了。这个难度调整机制就确保了比特币的存量增量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一种完全可以预测的方式不断的提高。所以它必然会超越黄金，成为可预见的未来里最硬的资产。那我们现在再来对比一下比特币和黄金。黄金虽然非常硬，但是它作为物理实体是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的。黄金的优点是硬，而它的缺点是重。它很笨重，难以分割，难以验证真伪，运输成本非常高。这些物理属性就导致黄金最后不可避免的会被集中托管在银行，集中托管在政府的金库里。而这种中心化呢，恰恰就为后来政府没收民间的黄金和最终把法币与黄金脱钩埋下了伏笔。但是比特币是完全数字化的，它的所有权由私钥决定，私钥可以存储在你的大脑里或者任何数字媒介里，可以轻松地跨越国境，几乎没有办法被强制没收。只要你别像最近那个150亿价值的比特币被美国政府没收的那个苦主那样，用伪随机数来生成密钥。所以呢，比特币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个体的财产主权，从根本上解决了黄金的中心化的这个致命缺陷。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网络结构和它非常精妙的经济激励机制，使得任何单一的个人、组织，甚至强大的政府都很难单方面的去改变比特币的核心的共识规则。也就是说，虽然比特币这个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存在是非常的稳健的，非常的反脆弱。为什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必须理解比特币的权力到底掌握在谁手里。首先，比特币没有 CEO， 没有总部大楼，没有董事会，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被起诉的法人实体。它的网络是由全球成千上百个自愿运行软件的全节点组成的，每一个全节点都独立地保存着从创世区块以来的每一笔交易的完整账本，而且他们都独立地验证着每一笔新交易和每一个新区块是不是符合那套核心的共识规则。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后果，没有人可以说了算。那你可能会说，那些核心的开发者呢？他们不能够修改代码吗？比特币不就是由一套代码来规定的吗？那对于程序员来说，随便敲几个代码进去，整个比特币的结构不就被改变了吗？很神奇的是，他们也不能，因为这背后有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激励机制。任何一个程序员都可以提议修改代码，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你我或者全球任何一个节点去运行他们的新版本。那你可能会说，那些投入了巨额资金的矿工呢？他们掌握着算力，负责打包区块，他们总有权利吧？阿莫斯在书里非常犀利地指出，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误解。矿工的真实角色呀，其实更像是网络的雇佣兵，是比特币的价值本身雇佣来的雇佣兵。他们投入了数以亿计的真金白银，他们要购买矿机，他们要支付电费，而他们这么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赚取新发行的比特币和交易手续费作为回报。而这个回报能不能够拿得到手，完全不取决于矿工自己，而取决于全网的全节点是否愿意接受他们挖出来的区块。这个经济激励机制就非常的精妙了。如果一个矿工或者是一个强大的矿池联盟，他们试图要作弊，比如他们单方面修改规则，把区块奖励从 6.25 个币改成100个币，或者想把2100万的总量上限提高到3000万，那他们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他们可以修改自己运行的软件，然后耗费巨量的电力去挖一个非法的区块。但是当他们把这个非法的区块广播给全网的时候，
全球成千上万个诚实的权节点会立刻识别出来，对不起，你这个区块不符合我们账本上的共识规则，然后啪的一声直接把它给拒绝掉。这个矿工耗费的所有电力，所有的硬件成本就瞬间化为乌有了。他们挖出来的是一个一文不值的、没有任何人承认的假币。所以呢，矿工们为了让自己的巨额投资不打水漂，他们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老老实实的遵守权节点所认可的那一套规则，去当一个诚实的记账员。他们的算力不是用来控制网络的，而是用来服务网络的，并且通过这种服务来换取报酬。这种机制的强大韧性呢，已经在过去几年非常著名的扩容之争里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验证。什么是扩容之争呢？简单来讲，就是比特币每个区块的容量太小了，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想把每一个区块的容量扩大，这样就可以在每一个区块里记录更多的信息。当时确实有几个非常强大的矿池和相关的大公司，就试图通过硬分叉，也就是分出一个新的版本的比特币，来强行修改比特币的区块大小的限制。但是最终呢，由于绝大多数的权节点，也就是那些交易所呀、钱包服务商啊，以及普通的个人用户，他们都拒绝接受这个新规则，所以呢，这些人的尝试最终就失败了。这个失败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比特币的共识规则是有何等的刚性。它不是由矿工、开发者或者任何单一的权威所能够撼动的，而是由所有的网络参与者自愿分散，并且基于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所共同维护的。我前些年刚刚开始接触比特币的时候，读中本聪的比特币白皮书，是被里边的分布式账本、被区块链这些概念给深深的震撼的。但是后来对这个东西逐渐更加深入了解之后，我最受震撼的变成了刚才说的这一套非常精妙的经济激励机制。这套激励机制保证了网络的所有参与者几乎都会自动成为这个网络的维护者。好，那讲完这些，你应该已经明白了比特币价值的真正根源所在啊。它不依赖于任何政府、公司或者个人的背书，而是来自于它的代码和精妙的设计所保证的基于数学的可信的稀缺性。但是下一个问题来了，既然比特币在货币属性上这么强大，那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用它的人似乎还不太多呢？感觉它的交易又贵又慢，价格波动还那么剧烈，谁会用波动这么剧烈的一个东西当成日常的货币啊？所以有些人提出来说，比特币作为一个支付实验其实已经失败了，或者说它背后的那个区块链技术其实比比特币本身更有价值。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阿莫斯认为这些都是巨大的误解。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看清楚比特币的真正使命以及它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阿莫斯认为，一种新货币的演化路径呢，通常会遵循这样的顺序。在最开始的时候，一种货币刚刚被创造出来或者刚刚被发现的时候，因为它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稀缺，它会被人们当作一种收藏品。就像在人类历史最早的时候，刚发现一点点黄金的时候，它可能就是部落酋长或者贵族王家的一种装饰品。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能够长期保存价值的时候，它才成了价值存储的工具，也就是开始变成货币了。但这个时候人们主要是囤积它。再之后第三个阶段，当这种货币的价值相对变得稳定了，持有的人足够多了，它才可能被广泛用作交易的媒介。也就是说，在这个第三阶段，这种新货币才会比较大规模的进入日常。最后一个阶段呢，当这种货币的地位足够稳固了之后，人们就会习惯于用它来计价，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记账单位。人们就会用这个东西值多少个金币来衡量它。黄金就完整的走完了这个过程。那么比特币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呢？根据阿莫斯的判断，比特币目前处在从价值存储向交易媒介过渡的非常早期的阶段。目前主要还是一些人认可了它的价值存储的功能。它现在的高波动性恰恰是它正在快速货币化，是它的价值被市场的激烈博弈和发现的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在这个阶段就要求它像那些成熟的支付工具那样稳定高效，就很像是要求一个婴儿跑马拉松一样，是阶段错配。那么比特币现阶段真正的赛道到底是什么呢？
阿莫斯明确提出是价值存储，也就是作为一种数字黄金，以及充当最终结算网络。数字黄金这一点，相信通过前面的讲解，大家都可以理解了。它运行在一个不受任何单一实体控制的去中心化网络上，这才提供了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资产主权。你的法币未必是你的，你的黄金未必是你的，但是你的比特币除非到了那种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逼你说出私钥的那种最极端的场景，否则你的比特币永远是你的。而且这种资产它比黄金还要硬。所以它的未来只有2种可能，要么什么都不是，要么就是一种数字黄金。然后呢，就是比特币的第2个核心角色，最终清算网络。阿莫斯认为比特币的主链，也就是 Layer 1，它未来要扮演的角色根本不是像 Visa 或者像支付宝那样去处理每秒几万笔的那种买咖啡的交易。它真正的定位呢，应该更像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那种底层结算层。就像过去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央行之间进行那种最终的国际收支结算的时候是用黄金来结算一样，以后的央行说不定相互之间就是用比特币来结算。而那些日常的小额的对速度要求很高的那些支付呢，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在比特币主链之上的第2层网络来高效的廉价的完成。比如说现在已经发展的挺好的闪电网络，这就像今天刷银行卡、刷支付宝来消费一样。但是当你要进行那种最终的不可反悔的大额价值结算的时候，你才需要动用到比特币主链这一个最安全、最稳固，但也是最昂贵的底层网络来进行最终的确认。比特币主链的这种贵、这种慢，其实是它的特性，而不是它的缺点，是它为了实现极高的安全性和彻底的去中心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每一笔比特币交易都需要在全球成千上万个节点上进行广播、验证和记录，这个过程当然不可能像中心化服务器处理的那么快、那么便宜。但正是这种看似低效的方式，确保了没有任何单一的中心可以控制、篡改或者审查这笔交易，这就保证了这个系统的极端稳健和抗脆弱性。所以当你要进行最终清算的时候，你用到的就是比特币的主链。那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个流传的很广的说法了，那就是比特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真正有价值的是区块链技术。作者阿莫斯对这种说法是非常的鄙视的，因为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目的就是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里，通过非常高的成本，也就是工作量证明来达成共识，这样就可以确保计入的不可篡改。但对于政府、对于银行这些本身就是可信的第三方的这种中心化的机构来说呢，他们内部的数据库根本不需要这样一种高成本的信任机制。用区块链来构建他们的数据库，就很像是给马车装上喷气发动机一样，是画蛇添足的，又昂贵又低效。阿莫斯非常尖锐地指出，迄今为止，唯一在现实世界里得到大规模的验证并且成功运行的区块链应用，就是比特币本身而已。脱离了比特币的经济激励和硬通货属性，区块链技术是毫无意义的。当然，阿莫斯写这本书的时候 ，NFT 还没有出来啊。如果他看到过了 NFT， 他可能对区块链技术的批评会改变想法。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那些成千上万种的竞争币、山寨币呢？比如说以太坊、莱特币等等，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比特币吗？阿莫斯认为也不能。因为他们几乎无法复制比特币那种独特的、近乎匿名的、完全去中心化的起源。比特币的起源故事，我们会在下一本书《数字黄金》里跟大家详细介绍啊。阿莫斯说这些竞争币、这些山寨币几乎都有一个明确的创始团队，或者一个公司实体，或者一个基金会，他们存在一个中心化的管理结构。那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规则是可以被人为的更改的。他们的货币政策也可能因为创始团队或者社区的意愿而发生改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硬通货最核心的不可变性原则。以太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们早期的一个大型项目DAO被黑客攻击之后，以太坊的核心团队就通过硬分叉的方式回滚了交易，强行追回了被盗的资金。这个行为无论它的初衷是怎么样，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以太坊的规则是可以被人为干预和更改的。
所以呢，阿莫斯认为这些竞争币、这些山寨币的性质，与其说是货币不如更接近于是一家科技创业公司的股票它们或许有应用价值，但无法成为真正的硬通货。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已经明白了评估比特币的关键所在。比特币解决了数字世界里的信任和稀缺性这两个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不要用支付软件的标准去衡量一种新兴的可能成为全球储备资产的东西至少现阶段不要。好了，到了这里呢，我们穿越了数千年的货币历史，从石头走到了黄金，再从法定货币走到了区块链。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反复地证明，健全的货币可以通过可靠的存储价值，保护我们的劳动成果，自然地降低我们的时间偏好，让我们能够着眼长远，为未来进行建设和投资。而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比特币以其绝对的稀缺性、去中心化的结构和不可篡改的规则，成为了健全货币这个理念迄今为止最极致、最纯粹的实现。这就是为什么黄金曾经那么美好，以及为什么比特币可能会比黄金更美好。比特币的存在是对国家货币垄断权的一种和平的、非暴力的制衡，它为全球公民提供了一个退出的选项，一个将自己辛苦积累的价值存储在国家权力范围之外的选项。阿莫斯强调，这是从1914年金本位崩溃以来，个人第一次重新拥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建议你立刻就去投资比特币。恰恰相反，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作者就明确指出，比特币价格仍然会大幅波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是合适的选择。本书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而是帮助你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比特币。在充分的理解并且深入研究比特币的风险和安全的存储方法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轻易入场。好了，以上就是《货币未来》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